你见过医院深夜闹鬼吗？监控中自动转向的轮椅，空无一人，却开关自如的电梯门，莫名其妙被抽开的抽屉，还有太平间传出的诡异声响。当2名医生在贩卖机旁讨论科学时，他们身后居然出现了一个被严重烧伤确诊死亡的患者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一部主角太勇了，敢用鬼做实验的泰国惊悚恐怖片《猛鬼实验室》。男主阿伟是一名外科医生，他坚信科学，但也相当怕鬼。发小兼同事格拉却是个灵异学爱好者，总是用人体模型装鬼吓唬阿伟。这天，两人和护士聊天，得知医院有个3级烧伤的急诊病例。患者被接到医院时，整个房间都充斥着烧焦的糊味，他的头部还被重物砸烂了，最后在病床上救治无效，痛苦死亡。格拉对死亡不怎么在意，反而让护士有新消息再通知他。而他等的消息其实是灵异事件，怪事很快发生了。当天晚上，保安例行检查，走到太平间时，太平间的门居然自动打开了。保安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，正想着要怎么逃走，他身后就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手电筒照过去，看见一个人影对着虚空叩首。此时，格拉和阿伟还在贩售机旁买零食，两人就鬼是否存在展开激烈讨论，结果谁也没能说服谁。然而，就在阿伟转身的那一刻，他的世界观崩塌了，因为在不远处，那位已经被送进太平间的烧焦患者居然直挺挺地立着，还对着前方不断躬身道歉。格拉兴奋地往患者走去，阿伟也拿出手机拍照。可是当两人快要触碰到对方时，患者突然露出砸烂的头颅，朝他们大吼，紧接着就在原地消失了。之后他们查看了监控录像，监控里并没有患者的存在，只有他们对着空气做动作。阿伟想不通原因，觉得他们可能出现了幻觉，但是2个人在同一时间有相同的幻觉，实在太巧合了。格拉为了让阿伟相信他们见鬼了，带他进入医院的一栋废弃大楼。大楼顶层已经成为仓库，平常没有人打扫，只有群鸟在里面搭窝生活。而格拉跟医院递了申请，在这里的一间仓库做秘密研究。阿伟不禁好奇，这里也没有监控，没有仪器，怎么做科学研究？格拉确实没有做科学的事儿，因为他在研究鬼。小时候他父亲去世了，刚办完葬礼的那晚，他下楼喝水，家里的皮球会无缘无故滚向他，然后他看见了自己的父亲，虽然只有一瞬间，他却坚信那是父亲的鬼魂。自此以后，他便认定自己的诞生是为了证明鬼的存在，脑海里也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找到让别人看见鬼的方法，他就不再是籍籍无名的小医生，而是能够扬名立万的历史名人。可是在20年的生活中，他再也没有见过鬼，直到昨晚，他看到了那名死去的患者，本将熄灭的斗志又重新燃起。这次他还邀请阿伟加入，阿伟当即同意了。他们将研究命名为北极光计划。传闻北极光是逝去的灵魂在和活人对话，至今还没有人证明这一点，而这就是他们的研究方向，发现鬼的存在并向世人证明。以后还要给实验杂志投稿，比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牛顿的万有引力。过去5-6年，格拉已经做了实地研究，先是询问经历过灵异事件的人，从他们口中得到相关信息，再去体验各种迷信仪式，甚至他还跟尸体挤过一张床。世界10大鬼屋他也去过，手持摄像让他的神情看起来很恐怖，但他本人却没见到鬼。而且由于深夜探险鬼屋，常常困得哈欠连天，昨天的焦尸鬼让研究有了新进展。于是他和阿伟想了个思路，既然是研究鬼，那就得找个鬼参与研究。现在他们已知会出现鬼的地方只有医院的贩卖机附近，所以2人在机器旁蹲点。然而等了大半夜都没有见到鬼影，只看到食品袋被风吹动了。不过这个小细节点醒了格拉，他一直太过关注鬼，忽略了鬼带来的灵异事件，比如物品忽然自己移动，听见奇怪的声音，或者空气温度莫名下降等状况。因此他调来了医院的监控，发现深更半夜的医院里确实不对劲，总有轮椅自己移动还带转弯的，
电梯跟坏了一样频频开关门，里面却没有人进出。还有被摔翻的椅子，被虚空之手拉开的抽屉，这都说明医院有鬼。于是他俩拿了温度检测仪，跟探险鬼屋一样，半夜在医院里转悠。没想到还真碰到了自己动的轮椅，只是这个轮椅对他俩敌意挺大的，一股脑的往他们撞，两边的架子还往他们砸。然而这撞了又砸了，温度也下降了，就是看不到鬼影现身。他俩之后还去网上查重，发现网上有很多类似视频，他们这个视频就无法作为论据拿出手了。为了找到新线索，格拉重看了灵异事件亲历人的采访录像。由于工作量太大，他还是熬夜看完的。上手术台时精神恍惚，就给病人切的大出血了，差点闹出人命。幸好医院有医生给他善后，这件事才不至于闹大。格拉遭了一顿骂，他却没有因此停止研究。在女朋友阿梅表明要因公出国，延迟两人旅游约会的时候，他还面露庆幸，终于有足够时间研究鬼了。同时阿伟想到了新方法，就是控制变量。他们见到的鬼分两种，认识他们的和陌生的。看见陌生的鬼全凭运气，认识他们的却因为对他们有执念，绝对会在他们面前现身。如果能找到认识的鬼，是否就能够做持续研究了呢？格拉刚好知道一个临近死亡的绝症病人，对方的愿望是找个朋友谈恋爱。格拉就想欺骗小姑娘感情，等小姑娘一死，她的灵魂就会回来找格拉。阿伟觉得这个方法太过分了，格拉却说这是双赢，一方得到了爱，一方有了研究材料。然而还没等他说服阿伟，阿伟的妈妈就出事了。他的母亲重病在床，多年不醒，一直靠着阿伟的照顾活到今天。阿伟也是为了治好母亲的病，选择成为医生。如今面对病入膏肓的母亲，他不得不做出抉择，是继续让对方如植物人痛苦活下去，还是送他离开，前往格拉口中的来生世界。在经过前所未有的思想斗争后，他送走了母亲。收拾母亲遗物的那天，他们在病房里装上摄像头，用以监控灵异事件。阿伟也确实看到了母亲的灵魂，只不过对方哭得很伤心，还念叨着一句话。阿伟还没有搞清楚母亲说了什么，对方就消失了。母亲悲伤的身影让阿伟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是否错了，母亲可能不想离开人世。之后阿伟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，整个人也萎靡不振。他去做了抑郁症检查，确认自己没有患病，但他对鬼的研究却越来越上心了，还提出跨界的说法，就是自杀后再回来跟格拉做研究，如此一来也就不用为找鬼费心了。格拉认为发小是因为母亲的死意志消沉，劝他别做极端的事。可是仔细想想，阿伟的方法其实有可取之处，也是现在研究的唯一出路。不过牺牲的人不该是阿伟，而是格拉这个发起人。两人为此争执不下，最终选择抛硬币决定，结果还是阿伟成了命中之子。决定要死之后，阿伟写了遗书，承认他的死是自杀，还抹去了仓库中有关他的痕迹，接着坐在摄像机面前记录自杀实验日志。然而当他拿出手枪，将枪杆塞入口中，脑海里却回忆起往日种种，母亲鬼魂说的话也清晰异常。那时候母亲痛苦问他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这让阿伟彻底失去自杀的勇气，他后悔了。没想到格拉意志却比他坚定，在得知阿伟无法做到时，格拉果断扣动扳机自杀了。接着镜头一转，阿伟西装革履站在舞台上，和众多观众展示来生实验，同时参加演讲的还有格拉的灵魂。不过在闪光灯的照耀下，格拉的女友阿梅也出现了，痛骂他是杀人凶手，随即将手枪塞入口中，砰的一声枪响后，阿梅倒在了舞台上。阿伟却从沙发上惊醒，原来刚才发生的是一场噩梦。他醒来开始捣鼓电脑，已经91天没联系到格拉了，网上也出现格拉自杀的各种报道和猜测。在格拉的生前视频中，记录了他对自杀再回来参与研究这项提议的想法，那是跃跃欲试，心动不已，所以他才会在阿伟放弃时干净利落地朝自己开枪。阿伟不想将研究鬼的真相公开，也就没有放出自杀的视频。面对格拉伤心的家人和女友，他也只能撒谎，说不知道格拉为什么自杀。可是他自己也非常煎熬，不仅研究没有新进展，好友为了研究自杀还白牺牲了。
终于有一天，他站在了天台上，想要自尽一跃，结束这段人生。然而就在他身体倾出去时，奇迹发生了，虚空中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领带，给他一下子摔回了天台。阿伟却不觉得疼，躺在地上放肆大笑。格拉回来了，不过他看不到格拉的身影，也听不到对方说话。回仓库记录实验日志，发现牛顿摆球忽然动了，这说明格拉的灵魂就在附近。那他为什么无法和阿伟进一步交流呢？阿伟思前想后，认为是格拉的力量不够强，当他身处危险时，可能加强格拉的力量。于是阿伟找来了裁纸刀，将自己的小拇指放在了刀口。他是个外科医生，一旦失去手指，职业前途也就没有了。然而千钧一发之刻，有个小护士走进来，让他签值班表，也撞见了他自残的举动。阿伟连忙将人赶走，顺便锁上了门，接着用裁纸刀对准小拇指。这次实验成功了，千钧一发之刻，裁纸刀被某股力量扯了出去，同时电脑文档上打出一个单词，格拉可以跟他打字交流，但由于力量不够强，一次性打出的字很少。阿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到让格拉现身的办法，一人一鬼通过键盘交流。阿伟总结了现有的信息，格拉看不到其他鬼。在阿伟跳楼自杀时，他的力量虽然增强了，也只能看到阿伟和他附近的东西。那么力量增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阿伟认为是对亲人的关心，这种关心越多，格拉的力量就会越强，足够强的时候就能撑到他现身。可是格拉却不想和阿伟谈这些事，反而打字说身边出现了海滩，海滩很快溜走了，这让阿伟莫名其妙。等拜访格拉的母亲看到一张海滩照片，阿伟才得知海滩所在的地方是格拉的故乡。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这张照片，而是通过说谎让格拉母亲伤心，想以此刺激格拉的关心情绪。在格拉母亲哭泣时，他们果然都汗毛直竖，周围温度也好似下降了。格拉又一次出现了，但格拉的妹妹看不惯阿伟的做法，觉得这人没安好心，让他赶紧离开。阿伟也找不出留下的理由，正打算走的时候，他看到手机记事本上打出2串字母，阿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，直接念了出来。格拉的母亲听懂了，他在说咖喱。格拉母亲做的咖喱鸡汤很好吃，以前格拉还想带阿伟来家里尝一尝，表示阿伟吃完肯定也会赞叹他手艺超棒，到了可以开餐厅的地步。现如今阿伟终于尝到了，也如格拉所说的那样赞叹，这让格拉的母亲心情得以平复，对孩子的死渐渐释怀，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标。阿伟到这时才意识到格拉的用意，以及他为什么提到那片海滩。想必格拉不在意什么实验了，更愿意回到家乡，魂归故里。他跟阿伟打字说到此为止，可是阿伟却不愿停下。之后格拉又消失了3天，阿伟还在勤恳地记录实验日志，他想不通其中的原因。前往海滩是否意味着格拉能去往生世界呢？为了解开疑惑，他打算再次切手指召唤格拉，可惜这一次格拉没有出现，阿伟的小拇指真的断了。被送到手术治疗时，同事劝他别有太大压力，实在承受不住可以找他们聊聊。阿伟却让对方别多管闲事。再次前往废弃大楼时，他遇到了阿梅。阿梅给格拉整理遗物时，找不到他的红色笔记本，怀疑是阿伟拿走了。那台笔记本确实在阿伟手里，里面装着实验日志和很多视频，但面对阿梅的询问，他选择谎称不知情。不过等他回到仓库，发现红色笔记本不见了，原来阿梅已经拿走了笔记本，还识破了阿伟的谎话。这下阿伟慌了，连夜去阿梅家里要笔记本，但他没有硬闯，而是打感情牌，表示自己在后备箱找到了格拉笔记本，为了弄清楚格拉为什么自杀，所以才没有交给警方。只是笔记本被锁住了，他这2天都没能试出密码，正打算交给一个会电脑的朋友帮忙破译。阿梅本来不相信他的说辞，毕竟自己是格拉的女朋友，连格拉为什么自杀，他笔记本的密码都不知道，阿伟又有什么资格能知道这些呢？说着，他在阿伟面前哭得肝肠寸断，阿伟只好抱住人安慰。哪知道就在2人抱抱时，笔记本自动打开了，还弹出了格拉自杀的视频。阿伟连忙拿着笔记本就走。在电梯里，他对着虚空指责格拉做事冲动，要是让阿梅知道事情真相，他们的研究就会被公开，到时候研究能不能继续就成问题了。格拉却没理会阿伟的愤怒，反而在手机上打字，让他告诉阿梅真相。
阿伟不顾格拉的要求，接着指责他见色忘友，女朋友哭一哭他就出现了，自己手指头断了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现身呢？阿伟明显说的是气话，可是格拉才不管他有没有生气，执意要阿伟告诉阿梅真相，不仅在手机上打字，还弄坏了电梯，这可把阿伟吓得浑身冒汗。等他好不容易打开电梯门，从缝隙中滚出去时，一只脚还差点被电梯门夹住了，但他并没有因此生气，反而看着手机上满屏的单词呆住了。之后他邀请阿梅去仓库，声称要告诉他格拉自杀的真相。不过在说出真相前，他给阿梅准备了咖啡，自己却跑到天台抽烟。一根烟抽完，阿梅晕倒在了沙发上。原来阿伟发现了新的增强鬼魂力量的方法，那就是报复。于是他迷晕阿梅，架起了摄像机，打算轻薄阿梅，以此激怒格拉，让他拥有能现身的力量。这招确实有用，格拉很快就被激怒了，不仅在阿伟面前现身，还失去了理智，抓住阿伟就是一顿暴揍。阿伟虽然心生害怕，却因为格拉的现身发自肺腑的高兴，这表示研究又进了一步。因此即便被扔下楼折断一只腿，他还在坚持用手机拍摄视频，记录新的实验日志。可是只剩下报复心理的格拉根本没有参与研究的想法，阿伟被他扔在地上拖行，撞到柱子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他却躺在太平间的手术床上，旁边放着的正是格拉的尸体。在阿伟震惊的眼神中，尸体忽然动了，格拉的鬼魂附着在了尸体上。可是还不等阿伟拍下这一幕，格拉却对他开始了更猛烈的攻击。面对实体化的怨鬼，阿伟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手机丢了，太平间起火了，他自己被死死扼住了脖子，渐渐不能动弹，失去了呼吸。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，进入一个纯白的世界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理智尚存的格拉。格拉表示自己变成了怪物，控制不了情绪，因此劝阿伟罢手，停止研究，不然他也会变成怪物，甚至做出更邪恶的事情来。其实阿伟一直坚持做研究，只是不想让格拉白白牺牲，但他继续研究就会伤害格拉的家人朋友，自己更会愧疚一生。这时格拉消失了，阿伟的灵魂却回到了现实世界。他看着格拉的尸体在给自己做心肺复苏，可是当他回到原身，格拉的尸体却跌在了他身上。那个对灵异事件感兴趣的发小彻底走了，而阿伟虽然得到了及时治疗，却被院方判定精神不稳定，需要停职调查。之后他回家休养，将北极光计划的研究资料寄给实验杂志，结果自然被退稿了。阿伟自此对研究心如死灰。他将笔记本还给阿梅，跟对方说抱歉。阿梅却告诉他自己没有怪他，毕竟当时两个人的情绪都很低沉，而且阿梅在仓库的沙发上睡着时，久违的梦见了格拉，在一处充满北极光的海滩上，格拉对他露出了笑容，手里还拿着实验杂志，杂志封面正是他们两人的照片。看来格拉在另一个世界完成了他们的研究。阿伟最后删除了笔记本里的实验记录，决定为了格拉，也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。这何尝不是配合格拉研究的行为呢？电影《猛鬼实验室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虽然它打着惊悚恐怖的标签，片中也确实有鬼的存在，整个电影中却没有多少吓人的镜头，反而有很多催人泪下的地方。一开始阿伟和格拉只想研究鬼的存在而已，可是在他们研究的过程中，不得不经历生死离别，面对各种无奈悲痛以及人力无法挽回的情况，还将成为鬼之后的身不由己表现了出来。结局则有点强行 HE 的意味了，通过阿梅的一个梦境，让两主角的愿望得以实现。至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，只能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看阿伟最后释怀的心境，他应该是选择了相信，毕竟泰国电影里的鬼是真实存在的。不过也因为这部影片将恐怖片拍成了温情片，节奏进展比较缓慢，还存在不少的 bug， 但后面却渐入佳境，催人泪下了。因此建议感兴趣的宝子们去看原片。好了，我的解说到此为止了，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